大家好，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今天呢，介绍一套最优化的桶装蘑菇方案：将培养料或蘑菇菌混合装在一个塑料桶里，由桶眼产生出蘑菇来，这就是所谓的桶装蘑菇法，简称桶装蘑菇。不管是对初学者还是对有经验的蘑菇种植者，桶装蘑菇都是很受欢迎的方法。它成本低廉，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不需要无菌环境，而且桶装蘑菇的培养料来源相当广泛，许多培养料还是零成本，不用花钱的。比如我曾经介绍的树叶、碎木屑、麦草、花生壳、咖啡渣等。我相信中文圈里面用塑料桶种蘑菇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从 Fresh Cap Mushrooms 这个视频学的，就是在桶底部钻孔，方便排水，孔径的大小为1/8英寸，在桶的四周钻孔，也方便长蘑菇，孔的大小为1/4英寸。我在使用这个方法时发现它有一个局限性，那就是在收获第一茬蘑菇后，想要它再长第二茬、第三茬就不是很顺利，因此总体产量也就不高。主要的原因是前茬蘑菇收获后留下的蘑菇残体干枯在孔眼里，阻碍了下一茬蘑菇的发生。我在用塑料袋培养蘑菇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因为塑料袋的透明，我得以观察到蘑菇在里面的发生规律。我在2023年4月13号曾为此做过一个视频，题目叫“很难从桶装收获多茬蘑菇的根本原因找到了”，不妨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里是收获一茬蘑菇后发生第二茬的情形。我在这个点收获过一大簇蘑菇，现在正在发生第二茬。我们看这第二茬的 baby 蘑菇不是从第一茬蘑菇的采收位置发生的，而是从它周围发生的。而第一茬蘑菇采收的位置却呈现出了干枯的样子，看来是第一茬蘑菇留下的残体再次枯干而结痂了。这个情形若是发生在桶装蘑菇上，因为蘑菇桶的孔眼太小，那新蘑菇是没有空间从孔眼的旁边发生的。有的朋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采收第一茬蘑菇后，要把蘑菇料倒出来，把这些孔眼清理疏通一下，再装桶。我自己也试过，很是费时费事。为此，我曾经提出用塑料袋来培养蘑菇，即所谓的袋装蘑菇。是想在什么地方看到新蘑菇发生，就在什么地方给它开口。我试过一次，不是很理想。我偶尔在网上看到 North Spore 介绍他们的桶装蘑菇，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们在桶的底部不钻孔，而在桶的四周钻相对较大的孔，孔径达1/2到3/4英寸，这比上面介绍的1/4英寸要大2到3倍。这可以部分解决原来小孔径存在的问题，但我同时想到大孔径也会增加蘑菇料水分蒸发，于是我增加了覆盖医用透气胶带这个环节。大孔径加上透气胶带，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优化的桶装蘑菇法。下面来简单介绍一下操作过程。我第一步就是把桶底部的孔眼封住。如果你是新桶子，就省略这一步了。主要的考虑是防止蘑菇从桶底部发生。蘑菇从桶底部发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而且浪费能源。桶子的底部不留孔，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培养料必须充分沥干水分。像我这里，培养料经过开水浸泡过夜后，把桶子放倒4到6个小时，沥干水分。第二步就是钻孔，用1/2或3/4英寸的钻头，一个桶子上面钻5到6个孔就够了。下一步就是贴透气胶带，然后喷施75%的酒精，
将桶子内表面消毒，包括孔眼也要喷上酒精，再就把桶盖也喷酒精消毒，盖上盖子，让酒精在里面作用一会儿，然后把多余的酒精沥干。下一步就是装桶，把培养料和蘑菇菌种一层一层的装到桶子里，一边装一边用手把培养料往下按一按，尽量多装一点。装好后，先培养菌丝，待菌丝长满后，诱发产菇。下面来看实际效果。这桶是10月29号接种的，今天是11月17号。我们来看收获第一茬蘑菇时大小孔的区别。从大孔出的蘑菇明显比小孔的大，数量也多。采收蘑菇后，我不再给这些孔眼贴上胶带，是想专门观察大小孔在发生第二茬蘑菇时的区别。11月26号，采收第一茬蘑菇1个星期以后，5个大孔有4个发生第二茬，即80%， 4个小孔呢只有2个，即50%。所以，我们看见大孔更有利于发生第二茬蘑菇，而且再一次表明由大孔出的蘑菇更多更大。采收第二茬之后，我专门又把所有的孔眼都贴上了透气胶带，以观察透气胶带的作用。12月5号，今天是第3茬。哇，这个蘑菇竟然是蘑菇菌丝穿过透气胶带形成的，很有意思。我们看这次再贴上透气胶带之后，所有大孔都发生了第3茬，即100%，而小孔呢也仅只有1个没有发生第3茬。小孔的再次产菇率也达到80%，可见透气胶带对桶装蘑菇发生多茬蘑菇效果非常显著。这次我在采收每一簇蘑菇时，都用原来的胶带立即将孔眼封住，是想看看是否还有第4茬。这里再次比较一下，有大孔出的蘑菇，不管是数量还是大小，都胜于小孔。12月14号，竟然发生第4茬蘑菇了。因为没有期望它真的会发生第4茬，所以没有天天查看。结果蘑菇有些发干，看样子可能长不大了。毕竟麦草上面的那点营养也消耗殆尽了。3天以后，它们还真的长大了，但2个不错的 cluster 都来自大孔。总结一下：第一，与小孔相比，大孔更有利于发生多茬蘑菇；第二，不管是蘑菇大小还是数量，大孔都明显优于小孔；第三，透气胶带对于发生多茬蘑菇有显著的作用，而且胶带有助于使出菇更整齐，基本上能保证每一个孔都产蘑菇，这也是对传统桶装蘑菇法一个很好的改进。所以，如果我们把大孔和透气胶带相结合的方法称之为最优化的桶装蘑菇法，相信你会同意的，因为它有出菇整齐、产菇量大、轻松发生多茬蘑菇的特点。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请不吝赐教。最后，从道理上来说说为什么大孔和透气胶带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大孔可能有2个好处：一是增加了蘑菇菌丝接触氧气的机会，氧气既促进菌丝的健康生长，又是诱发产菇所需的；二是大孔增加了产菇的面积，这2点都显著地增加了单孔蘑菇产量。应用透气胶带也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防止大孔径带来感染杂菌的机会，因为孔径大了是很容易感染杂菌的，特别是用咖啡渣的时候；二，在蘑菇菌丝生长期间，给蘑菇培养料保湿。如上所述，孔径大了，水分蒸发增加，加盖一层透气胶带，
能有效防止水分蒸发，又不妨碍透气性。3. 给幼小的蘑菇提供保湿环境。如果桶装蘑菇不是放在专门的蘑菇房的话，baby 蘑菇很容易发干而枯死，而这个时候这层胶带就能很好的保湿，直到小蘑菇长出来，把胶带顶开。4. 在采蘑菇之后，再一次给孔眼的培养料保湿，防止蘑菇残体和培养料在一起枯干结痂，从而为下一次产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朋友们都来种蘑菇，谢谢，再见。